DeepS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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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epSeek shaking up global tech. NVIDIA losing nearly $600 billion in market cap today alone. 1月27号，市场发生了一场大震撼，恐怖！美国股市在1天之内就消失了1兆美元的市值。发生了什么事？原因就是因为有一间叫做 DeepSeek 的中国公司，仅仅用了560万美元的成本训练出一个超强的 AI 模型，生成啦，大家可以看这表格，它其实在各方面的测试，其实已经跟美国领先的 AI 模型，像 OpenAI 的 ChatGPT，还有 Cloud 这些 AI 模型可以相提并论了。没错，重点是它成本只有560万美元，这件事情就带给整个市场几个不同的反思。其中第一个就是，难道美国已经丧失了 AI 领先的地位了吗？或者是之前 AI 军备竞赛是不是一个无谓的追求？那这些问号从之而来的，就会是像 NVIDIA 台积电是不是还是一个大家需要去追捧的晶片？它估值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对，或是估值是不是合理？所以 NVIDIA 就在当天直接下跌了17%，也是美股历史上其中一个很大的市值消失。台积电护国神山也掉6%。相信关注我们的大家，应该很多都是 NVIDIA 跟台积电的大股东。对，所以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还包含 Coach J 说，那这一个 DeepSeek 的出现，这个新的很便宜的 AI model， 到底对于我们持有 NVIDIA 或是台积电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就在2025年有没有需要改变投资策略？要回答这问题之前呢，带大家多了解一下到底 DeepSeek 是什么，以及现在在新闻标题上面，其实有3个可能会误导大家思考的方向。那 Coach J 他有自己的看法跟大家分享。那希望看完了之后，对于大家决定要不要卖，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思路。DeepSeek 呢，建造成本应该不止560万美元，对，因为560万美元其实也不是凭空乱编的，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不是空穴来风，所以560万美元其实是 DeepSeek 这个 model 单次迭代训练的成本。那这个训练的时间呢，大概是2个月的时间，用了5万个辉达的 GPU， 大约有280万个 CPU 的小时才跑出来的。假设我们就只看这5万个辉达 GPU 的话，其实市价应该会在10亿美元，远高于560万美元。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跑马拉松，这个单次迭代的成本有点像是你训练一个比赛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这个训练的成本，或者是你补给的成本，可是却没有看这个选手前面所需要花的。对，他可能训练2-3年，对，你只算最后，只是算了讲说我备赛台北马花了3个月，对，有点不能这样子看。Skill AI 的 CEO Alex，那包含伊朗马斯也是这样，会觉得其实他只是拿一个单次的训练来去当做他总训练的成本。但是他们怎么拿到这些高阶的 NVIDIA 晶片？Coach J 发现一个有趣的观点，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呢，是从 H800被禁止之后啊，NVIDIA 在新加坡的销售，从2023年第4季的0美元，大幅提升到2024第2季的170亿美元。所以新加坡就成为了 NVIDIA 全球第3大的市场。问题来了，新加坡有需要这么多 NVIDIA 的 GPU 吗？去了哪里？第二个呢，是 DeepSeek 它原本的创办人，或是它原本的那家公司，其实是做 AI 的股票交易的对冲基金。2023年创立之后，已经超额投资了1万个 NVIDIA 的 GPU，来开发他们的在对冲基金的演算法。这些东西其实可以把这些算力，还有这些GPU 用在之后的大语言模型开发，这都是它背后怎么拿到 NVIDIA GPU 的原因。第3个呢，因为站在巨人肩膀上，其实它的成本有可能更低。大家从这个可爱的图里面可以看到，像 DeepSeek 模型，大家目前的共识是，它应该是从 OpenAI 的大模型里面，我们把它当成老师模型的话，从老师模型 OpenAI 的老师模型蒸馏出这个学生模型。所以一开始问 DeepSeek 说他是谁的时候，他都会说他自己是 ChatGPT。好，那第2点，那刚刚看了，就是它既然是知识蒸馏，或是从大模型蒸馏出来的小模型，那不是听起来就是一个抄袭吗？对，没有创新，感觉没有创新，没有突破。为什么市场反应这么大？所以 DeepSeek 的确在技术上有一个非常大的突破。它其实跟Meta 的 Llama 来比的话，效率是 Llama 的11倍。但因为我们不是行业专家，如果有真的很专业的，请在底下帮我们更正，如果有讲错的地方，我们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说到底它怎么做到。所以它的概念叫做 Mixture of Expert，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大家看到 ChatGPT 也是一样，你就是丢一个 prompt 进去，它就会跑到你的 Neural Network 里面跑一圈，得到答案。那现在 DeepSeek 里面 parameter 是670个 billion 左右，那你丢个 prompt 进去，正常它要跑出 answer， 它就是要跑完，全部跑完，需要算力，需要能源，需要各式各样的东西。现在呢，它做的突破就是它把这670个 billion
拆成不一样的 expert。比如说过去大家都是一个模型解决所有问题，包含医学啊，或者你是法律的问题。现在他把这些专项做成小一点的模型，小一点模型就是小一点的专家。它的特色就是你的 prompt 进去之后，它会先找到最适合回答这个问题的模型，叫做 gating mechanism。假设看到这个 table，total 是671个 billion， 实际上它解决 prompt， 它只导到某一个小模型，其实它只用到了37个 billion 的 parameter， 就是在效率跟节能上面，其实有很大的突破。因为这个还是要精准，因为它要导到对的模型，它的答案的品质才会高。测试完了之后，品质是都很高的嘛，跟其他的模型比，所以它在这个上面做 gating 啊，或是做 mixture of expert 这件事情，算是在技术上是一个蛮大的工程突破。背后的动力啊，大概有2个，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在 AI 人才上面供应是非常的充足的。Anthropic 的创始人也说 ，DeepSeek 应该背后的团队是一群深不可测的天才。增加了中美在 AI 竞赛上面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当然是限制是发明之母。他们其实也可以讲说是不得不的。对，他们因为没有办法拿到无限量的高阶晶片，就必须要找到更创新的方法。但是呢，这个效率不代表 DeepSeek 现在已经比所有美国公司效率高10倍。第一，当然是它开源嘛。第二 ，AI 的出现原本就是会增加效率，只是时间问题，还有从哪里出来的问题。DeepSeek 只是打响了第一枪，整体来说对 AI 发展是有利的。所有人的速度应该都会变得更有效率。对，利大于弊。因为这个效率呢，它还有第二个突破，价格上面的突破，变便宜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他们的 output 是 ChatGPT 的成本的1/6而已。所以呢，它在收钱当然就会收的比较低。ChatGPT 也要做出回应，开始在它的 O3 mini 的价格调降。同时间呢，DeepSeek 因为有大量的用户融入，它反而涨价，速度变慢，以价质量。总而言之，它是把整个使用 AI 的门槛降低了。对使用者来说都是好的。DeepSeek 你不应该只把它看成一个抄袭，它其实在技术上有非常重要的创新，然后再加上中国在 AI 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人才，所以将来第一当然好处就是 AI 的发展会更普及化。第二呢，中美在 AI 的竞赛上面应该会更白热化。DeepSeek 出现，它既然可以用这么少的钱去训练一个这么强的 model，那是不是代表其他现在美国公司，包含现在领先的 AI 公司，之前投入数十亿美元都是白费，还是它其实是没有效率的做法？我觉得首先呢，要先以终为始，先知道我们在哪里。大家可以看这个，在人工智慧发展上面，大概有3个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就是比较狭义的人工智慧。然后第二阶段就是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最后就到 Super Intelligence。那这几个区别呢，就是在现在其实是在 Narrow Intelligence 这块，它只能解决特定的问题，比如说帮我们自驾车啊，或者是一些工厂的机械手臂拣货啊，或者拿货啊等等的工作。到了 General Intelligence， 它就基本上跟人类思考是同等的，所以这一块是现在所有公司甚至是国家在追求的一个方向。到下面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就有点是超人类智慧的。目前在电影里面啦，我们现在在的就是 ANI， 现在目前发布的模型啊，包含学生模型一样，就看起来很有能力、很有效率，以及成本很 OK 的。但实际上与跟人类的智慧相比的话，其实还是有蛮长的，跟 AGI 比起来还有对啊，那个落差还是非常巨大的。用 DeepSeek 出现的这种新的这样子的做法，是可以达到 AGI 的吗？应该是不太行的。要达到 AGI 的效果，必须要从老师模型继续去发展，要让老师变得更强大，学生才会强大。学生是根据老师自己要先进步。OK， 所以现在的关键在于老师能不能够进步得更快。那 DeepSeek 有个好处就会是，老师模型其实在过去，我们是叫做预训练，像GPT，就是 generative 的 pre-train， 之前就丢一大堆好的数据，然后它跑出一个参数，所以它就可以预测一个比较好的答案。在 DeepSeek 里面，它用了一个像机器学习很常用的叫做强化学习这一个方式，可以跳脱出你的输入的数据的品质，能够让这个 model 越来越聪明，它可以学到超出你 input 的东西。那如果你教师模型过去都是预训练嘛，现在同时因为 DeepSeek 的关系，它把大的教师模型也能透过强化训练，让它变得更聪明，变得更强，其实就有可能可以更接近，或是甚至实现 AGI。强化学习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对不对？对，它其实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AlphaGo？Google 做的那个下棋的人工智慧，它就有跟一些世界第一啊，或是9段高手比赛过，很难赢人类。2015年，伊朗马斯就说不可能，还有10年之类的。这个很难赢人类的这个后面的做法，其实就有点像预训练，就是让他去读很多棋谱，然后跟很多赛局显然不够，因为毕竟他没有正确答案嘛。
AlphaGo 就是用强化学习。2017年的时候，2017年的时候，在乌镇围棋峰会上，在第2局下了一步一般棋手都没有想过会下的棋，那就是透过强化训练才能做得到的，很成功的打败棋王柯洁，不管是团体战啊，或是组队战啊，也都全胜。运算资源啊，消耗它只用了1/10的成本，所以在结束之后啊，就是中国围棋协会也授予 AlphaGo 围棋9段的 title， 实现 AGI。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大家都要追求？原因是因为这个对于全球 GDP 还有产业的影响，目前应该是无法估算，就当然有正面反面嘛。对，所有东西可以被人工智慧取代大半，中低阶的工作其实很大部分会被 AGI 取代，整个就业结构啊，整个产业结构啊，全部可能都跟现在想象的很不一样。Coach 跟我们观点就是，它其实会是一个不只是公司之间的竞争，它甚至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竞赛了，所以不得不继续投入。到底会不会造成军备竞赛？在1943年 ，IBM 执行长汤马斯·华森曾发表了一个言论，他说这个世界上其实只需要5台电脑。快转到今天，每个人手上一只智慧型手机，谁想不到一只智慧型手机已经比1980年我都还没出生。是吗？还没出生的超级电脑强大了5000倍，所以在运算能力啊、效率的改进啊，好像没有个终点。这个反映在 AI 上面其实也是一样。AI 虽然很多工具，但事实上普及率还没有大家想象的高，还是需要很多资源的投入去推进。发展这些不同的产业，口说无凭。一个证据 ，Microsoft 跟 Meta 已经公布财报，他们又重申了在2025年在 AI infrastructure 上面投资的野心。这个投资的增长应该还会再持续到2026年，还不只是2025年。所以这也重新反映，就是我们现在距离 AI 的终点还很遥远。逆向思维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DeepSeek 的创办人梁文峰先生在一次访问中也有说，现在呢，钱对他们来讲不是个问题。但是禁运先进的晶片才是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现在运算已经这么有效率了，如果可以让他们有更多晶片，他们还是想要有更多的晶片。对啊，就比如说你穿个拖鞋，跑了全马3个半小时，对，今天要给你穿，问你 Hoka 要不要 ，Nike 要不要，你还是会要。当然，你有越大的算力，你有越强的资源，一定会是能够1+1大于2。也在一次访谈中聊到了一个叫做杰文斯悖论，那其实就是当一个资源的成本急速下降的时候，需求量的增加速度其实会大于它成本下降的速度。对，那总消耗的价值其实反而有可能不降反升。对，这其实可以用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明了，就是蒸汽机发明的时候，它燃烧煤炭的效率提高大大的增加，所以大家觉得，那是不是不用那么多煤炭了？反而因为蒸汽机的效率增加，所以大家用煤炭的量更多了，因为这个可以有更多的生产力。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悖论。回到 DeepSeek，它其实透过降低 AI 的价格，就会增加或是加速 AI 的普及。那普及之后，其实反而对于运算、算力。资料中心的需求会更大，而且现在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不管你是一个国家或是一间公司，你应该会很乐于听到有人说我要在 AI 上面投资减少，因为别人减少，你就有可能对你就有优势。那这一块是很重要，未来就是不管是公司或是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竞争力。我们用一个小表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破除一下迷思啦。所以第一个 ，DeepSeek 它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创新，因为它的工程效率，然后以及它学生模型这个方式，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在不管是学生或是老师模型上面再进一步的其中一个关键。好，第二呢，不只是有效率，它其实还是开源的。那它开源的好处就会是，其他有更多的公司都可以利用同样的技术来试试看，来跑这些模型，会很大的增加 AI 的普及率。在这个事件当中，也可以看到中国在 AI 的竞赛上面，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强的参与竞争者。是回到全球层面啊，所有的 AI 如果普及率增加的话，其实 AI 全部都靠运算能力去堆叠出来的。所以当全球都加入了这个竞争态势，这个投入跟运算的需求一定是指数的成长。然后第二呢 ，AI 在不只是生产力，其实在军事上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已经不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竞争，甚至是国家与国家的国力的竞争。DeepSeek 出现，其实对于 AI 的发展、跟加速、跟投资，应该是利大于弊。看我们频道最关键的问题，卖不卖？Coach J 跟大家还包含我们分享的观点是，因为纵观以上，基本上需求还是一样只增不会减的情况下，尤其是基础建设的公司上面的估值，他目前认为应该还是跟他之前预估的差不多。包含 NVIDIA， 他之前预估的估值是133，所以他就觉得内在价值不会因为只是 DeepSeek 出现会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这不是投资建议啊，大家自己可能要自己去参考。但是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17%的下跌会是一个可能好的加码的机会，入场的机会。对长期投资的买家了。第二个呢，在博通也是一样，讲完 DeepSeek 出来，然后就狂跌18%，有人留言打脸，对，就达到了那个，但是就达到了 Coach 在那个时候讲，他觉得200以下可以买。对，如果那时候买，你就拿到红包了，对，就过年红包了，过年又找回去了。这几块晶片的公司，它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其实估值应该还是跟之前预估的会差不多。再来是台积电，它基本上就是独占的地位，对，所以当整体需求包含高阶算力还是一个非常需要的一个领域的时候，其实台积电还是一个 winner 了。目前看起来，至少在1-2年内还看不到晶片供过于求的状态，应该还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到很后期，可能会有一天是供过于求。最后一个呢，比较有趣，Coach在跟我们分享的想法，就是 DeepSeek 现在已经可以从大的老师模型做出很多小的高效能的学生模型 ，expert 模型。对，那这些小模型就可以在应该比较少算力的一个环境下可以运行。回到台湾产业的一个机会，叫做 Edge AI。本地运算，对，本地运算，手机上面啊、电脑上面啊跑的动的模型，就多了一些想象力了。等于说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可以带着走的模型，为你所用的时候，那个普及率跟那个实用性跟那个生产力的提升，就厉害了，又是下一个阶段。有一些穿戴性装置的公司们，一定就会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比如说像小苹果、iPad 啊、Apple Watch 等等。那当它上面可以 run 一些 AI model 的时候，那大家就会感受到 AI 无远弗届的魅力，为你所用的魅力。欢迎大家如果有用过 DeepSeek 跟像ChatGPT 啊其他 model，比较了之后有什么心得，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就在底下留言。对，或者是这集影片有哪一些观点，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对于就是 DeepSeek 对于整个 AI 发展的行业发展，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走向？那希望大家喜欢这集影片，那我们就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